吉米这次来华夏的目的，就是想主张一部分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股权，最好是逼着保罗他们娘俩把事务所一分为二，北美的业务全都分割给他，而亚洲的业务则留给保罗自己做。在他看来，反正保罗和妈妈韩美琴以后都要在华夏定居了，北美业务留在手里也把握不住，给自己也算是物归原主。当然，他心里也很清楚，史密斯律师事务所虽然挂着史密斯家族的名字，但也确实是韩美琴和他的哥哥一点一滴做起来的，老爷子自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那无论从情理层面还是从法律层面，都远远够不上投资。他要是真起诉，想要分割一部分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股权，全世界的法官都不可能支持。所以他在得知韩美琴要结婚之后，便想着不如就趁着韩美琴结婚这个当口来华夏闹上一闹，如果能逼得这孤儿寡母破财消灾，那便是再好不过了。反正他们孤儿寡母的，要这么多钱也没什么用处。韩美琴自然知道他的意图，其实她当初在老公去世之后选择带保罗来华夏，根本原因也是因为丈夫去世之后，史密斯家族的人总是惦记着他们的律师事务所。史密斯家族的人并不觉得自己这种吃绝户的心态有什么问题，他们觉得本身就是自家人的产业，现在自家大哥去世了，总不能被一个外姓甚至外族的女人就这么带走了。更关键的是，保罗虽然是史密斯家族的后代，但他选择与母亲站在一起，自然也不愿意把父母辛辛苦苦打造的基业被几个叔叔瓜分，所以才毅然决然地选择跟母亲一起从美国移居华夏，甚至把律师事务所也从美国搬了过来。母亲要结婚的事情，保罗并没有告诉史密斯家族的人，但不知怎的就走漏了消息，结果叔叔吉米便卡着点飞了过来。韩美琴见他闹了一阵，最后还是把话题落在了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股权上，便表情冷淡地说道，既然你3句话不理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股权，那我就跟你好好掰扯一下这件事。说到这里，韩美琴清了清嗓子，继续道，史密斯律师事务所是我和我的亡夫耗费几十年心血建立起来的，股权结构也非常简单，我们最早各自持股50%，后来律师事务所越做越大，陆续有不少律师加入，于是我们拿出一共30%的股权，用来激励事务所中有巨大贡献、晋升为合伙人的优秀律师。现在那30%的股权在事务所的期权池里，除了那30%之外，剩下的70%，我和我的亡父各持35%。按照他生前的遗嘱，他去世之后，他的股权由我和我的儿子保罗一人一半。所以现在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股权结构是，期权池有30%，我持股52.5%，保罗持股17.5%。我们一路发展至今，并没有拿过任何一家投行机构或者基金、个人的投资，所以这其中并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股权是属于所谓史密斯家族的。所以这些股份怎么处置，和你以及所谓的史密斯家族也没有任何干系。吉米没想到韩美琴把事情说得这么详细，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的他立刻高声道，嫂子，你这么说可就太没良心了。你和我大哥创业的时候，我父亲给了你们100万美金，当初说好了作为家族的入股，为了不影响你们创业的决定权，这100万美金只占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49%股权，这你总不能否认吧？韩美琴一听这话，顿时怒从心生，冷声呵斥道，吉米，你完全是胡说八道。那100万美金当初是你大哥向你父亲借的，而且约定了借款期限为3年，但你大哥只用了1年就把这笔钱还给了你父亲。我就怕这件事会引起你们几个兄弟互相猜忌，还特地让你大哥当着你们的面把100万现金还给了你父亲。怎么到你这里，那100万就成投资款了？吉米立刻说道，大嫂，你说我大哥还了那100万，有证据吗？我们全家都可以作证，这笔钱根本就没有还回来过。韩美琴冷笑道，开始耍无赖了是吧？那100万你大哥拿的时候没留借款协议，
还的时候也没留还款协议，只想着大家都是一家人，当着你们的面借走，当着你们的面还回，自然就能自证清白。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下作。吉米一本正经地说道，大嫂，我们就事论事，希望你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我别的不多说，那100万没还，史密斯家族所有人都可以作证。你要是想矢口否认，我们可以法庭上见，就算我们输了官司也不要紧，毕竟以前都是一家人。如果要不回来，就当是我们史密斯家族给你的新婚贺礼了。吉米其实也很清楚的知道，那100万大哥早就还回来了，而且借和还都没留下文件协议，所以自己想起诉也根本不可能。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以退为进，故意当众恶心韩美琴。他也知道韩美琴自己就是法学方面的专家，一眼就能看得出自己根本没机会打赢这场官司，所以他才专门从美国飞过来，来了一出当众揭短，为的就是逼韩美琴让出一部分利益来换取自己的让步。前几天，美国另一个顶尖律师事务所找到他，提出想要现金8亿美元，直接并购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在美国的所有业务和团队。之所以要并购，是因为他们知道保罗已经把律师事务所搬到华夏，想借这个机会直接成为全美实力最强的律所。但这个收购的邀约刚发给保罗的时候就被他拒绝了，对方只能寻求其他突破点，找到了史密斯家族的其他成员，希望他们能够劝说保罗同意。如果保罗不同意，史密斯家族看在这么大金额的收购标的，肯定也会心动，到时就会主动想办法把律所拿回去，然后再卖给自己。为了能从8亿美金里分一杯羹，吉米才准备把无赖耍到底，能抢一点是一点。韩美琴也猜出了他的战术，但他明显误判了自己的性格，就算他一辈子都不消停地闹下去，自己也绝不会对他妥协，哪怕分毫。于是他便坚定不移地说道，吉米，既然你说了法庭上见，那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没有交流的必要，有什么异议就当着法官的面去说。说到这儿，韩美琴又道，今天是我和我第2任丈夫的婚礼，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立刻，马上。吉米见韩美琴一点也没有息事宁人的态度，便冷笑说道，韩，你真是个蛇蝎女人，我们史密斯家族为你和我的大哥付出了这么多，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也就算了，甚至还要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你真觉得史密斯家族会善罢甘休吗？不会的，我们会尽我们所能追寻公平和正义，绝不会让你就这么得逞。而且我告诉你，父亲一直保存着大哥当年借钱的合约，他将是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说罢，吉米转身便要离开。刚才那番话是他留给韩美琴的威胁，他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合约。他也知道韩美琴很清楚这一点，但他这次来华夏，就抱着耍无赖的心态和战略来的。他就是要撒个谎出来，当众给韩美琴泼脏水。泼脏水这种事，只要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哪怕全是假的，对方也会被泼得灰头土脸。他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也是想让韩美琴知道，如果韩美琴不做出妥协和让步，自己和史密斯家族就会一直咬死他不放。就算不能逼他把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在美国的业务全交出来，也至少让他割下一块肥肉。如果割不下来肉吃，就让他韩美琴以及史密斯律师事务所身败名裂。总之，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韩美琴知道对方是在威胁自己，便冷声说道：“你给我出去。”吉米点点头，临走时还在叫嚣：“那我们就法庭见吧。”说完，又环视众人，高声道：“诸位，请一定关注一下史密斯家族和韩美琴，以及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官司。这个案子一定会成为全美司法领域最关注的经典案例。”众人纷纷交头接耳，有人说吉米肯定是一派胡言，但也有人觉得这种事情既然他说的非常坚定自信，那这件事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说不定韩美琴真把人家的家族企业当成自己和儿子的私人财产带到了华夏，人家现在找上来也很合理。甚至还有人说，
一个女人嫁到男方家，男方去世，她把孩子和自己的嫁妆带走就已经足够了，万不该把人家的家族企业也全部带走，这不就是唯利是图吗？毕竟人家男方家里已经失去了一个大哥，怎么也不能让人家男方人财两空吧。一直没说话的叶晨见吉米要走，便赶紧上前，笑着说道：史密斯先生，还请稍等一下。吉米下意识地停住脚步，皱眉问他：你有什么事？叶晨笑着对他抬手示意，让他先不要着急，随后便对韩美琴道：韩阿姨，人家史密斯先生这么老远来参加您的婚礼，您要是直接把人家赶出去，人家未免会觉得我们华夏待客不周，不如就让史密斯先生留下来参加完婚礼吧。韩美琴不明白叶晨为什么要把吉米留下，毕竟他明显就是来找事的，而且已经把现场的场面弄得很难看了，不明所以的宾客都在看热闹。今天过后，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评价和传播这件事情，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绝对不会都站在自己这一边，一定有人会被吉米的谎话影响。这时候要是把吉米留下来，还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吉米也没想到叶晨要留自己，但直觉告诉他，这个家伙绝对不可能安什么好心，万一他想找人打自己一顿，那自己一人在这异国他乡，岂不毫无招架之力？于是他便不假思索地说道：既然我这位嫂子心虚要赶我走，那我也没必要留在这里给她添堵，毕竟今天是她结婚的大喜日子，我也不适合说太多实话，给她留几分面子。叶晨赶紧道：史密斯先生，刚才不是说今天来的宾客里面没什么大人物吗？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大人物在路上，是新郎关鹤教授的好朋友，我刚才把事情在电话里跟他说了一下，他让我无论如何都要留你一会儿，他马上到这里当面跟你聊。吉米皱眉道：怎么，你威胁我？是不是觉得临时找些人过来吓唬吓唬我，我就会怕了？你们就算围殴我，我也不会害怕。叶晨笑道：瞧您说的，我们华夏可是法治社会，而且不像你们美国，人人持枪，谁要是敢在这里动手打您，您直接躺在地上报警，到时候打你的罪次也要拘留15天，搞不好都够进监狱了。说着，叶晨又道：我让您稍等一会儿，也不是找人吓唬您，就是觉得您可能有点看低了贺教授的人脉。虽然他只是一所普通大学的教授，但他的人脉拿出来，就算是比尔盖茨也要甘拜下风的。卧槽！吉米被叶晨逗笑了，反问他：小伙子，你知道比尔盖茨是什么样的存在吗？美国总统见了他也要客客气气，你说这个教书匠的人脉比他还要厉害，究竟是你傻还是我傻？叶晨笑道：您看，您来都来了，他再过几分钟就到，您不妨就稍等几分钟，等他来了，你们见面一聊就知道了。说完，叶晨又道：当然了，您要是不愿意等也不要紧，回头等他来了，我让他去您的房间见您就是。吉米知道叶晨这意思是不愿善罢甘休，心里虽然不爽，却倒也不以为意。他觉得贺远江区一个教书匠，能有什么人脉？自己好歹是美国传奇律师的儿子，而且自己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在美国司法领域里也算是有很强人脉的，怎么也不可能被一个教书匠比下去。于是他干脆地开口道：你也不用吓唬我，用你们华夏人的老话说，我身子正不怕影子斜，更何况我也不是怕事的人。这么多人在这见证，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要是以为我是个孤身一人的外国人就想欺负我，传出去你们的脸都要丢尽了。